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因直播一句话让互联网震动，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其粉丝和肖战粉。今天，程毅因为直播中的一段话被不少网友审判了。程毅在新剧赴上海的直播中说自己很感谢观众，因为观众就是自己的老师，很感谢观众们的真实反馈。但他也表示，观众们都有自己的观影习惯，但还是希望观众们能沉浸式看剧，不要中途去洗个脸、刷个牙，这样会导致剧情不连贯，最终可能会浪费自己的会员。程毅说这些话自然是没有什么坏心思的，但却被有心人给曲解了。在他们看来，程毅这教育观众，就是在摆姿态。而之后程毅超话主持人更是第一时间发文，接到通知，全网取证，绝不姑息。他的这一举动瞬间激怒了不少路人，纷纷表示好大的威风，竟然敢这么赤裸裸的威胁，不看了，不说了，太吓人了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既然主演都不让我们看了，我们就别看了吧。比较巧合的是，自从程毅的事情发生后，赴山海的热度也是急剧下降，作为程毅公司的欢瑞市值也蒸发了10几亿。这一下让程毅的粉丝们坐不住了，纷纷为程毅发声。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程毅的粉丝竟然因为这些事情和肖战的粉丝撕起来了，这是让人没有想到的。程毅的粉丝纷纷跑到肖战超话去喊话，诋毁也是种仰望，只能说肖战粉丝都好敬仰程毅。还有粉丝表示，你们这些下作手段到底要用到什么时候？还有粉丝甚至翻出了之前肖战的一段采访，那是肖战主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一段采访。肖战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，我不知道现在的老百姓是对明星有什么误解，表示肖战也飘了，都敢教训起老百姓了，他真以为自己明星就高人一等，就不是老百姓了吗？程毅的粉丝纷纷为自己的偶像鸣不平，并且表示肖战粉丝太过分。而肖战的粉丝自然也是不甘示弱，也特地做了程毅赴山海里的抠图场景，讽刺道，这就是 S 家的武侠剧，处处抠图，连人家的头都被扣了一半，真的太搞笑了吧。还有粉丝发了程毅在剧中含糊不清的台词原声，表示程毅粉丝们睁开眼睛看看你们哥哥的演技吧，这么含混不清的声音也就你们觉得好吧。甚至还有粉丝在两位代言上大做文章，觉得程毅的粉丝太过可笑。当然，这不是程毅和肖战两家粉丝第一次撕起来了，之前他们就莫名其妙的撕了起来，这一次也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在小编看来，一部剧的好坏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更不是一个人的责任，所以真的不用对一个人要求那么苛刻，只要他尽心了，尽力了，即便结果不是他或者你想要的，只要他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在流量为王、话题至上的当下，明星的一言一行都被无限放大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轩然大波。近日，演员程毅在新剧赴山海的直播宣传中，因为一句看似无害的发言，竟然掀起了全网争议。事件迅速发酵，不仅牵扯到剧集口碑、资本市值，还意外引爆了程毅粉丝与肖战粉丝之间的骂战，让原本的宣传活动变成了一场大型舆论风暴。直播中的无心之语，事情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。程毅在宣传赴山海的直播中，感谢了观众的支持，并坦言观众是真正的老师，能给他最真实的反馈。这本是演员对观众的感恩之词，语气中并无不敬。然而，在表达观剧习惯时，程毅补充了一句，希望大家能沉浸式看剧，不要中途去洗个脸、刷个牙，这样会导致剧情不连贯，最终可能浪费会员。从本意上看，
这句话无非是呼吁观众能够专注观看，体会剧情的完整感，但在传播过程中，却被部分网友解读为教育观众居高临下，甚至被指责为演员在要求观众必须按照他的方式追剧。这句看似无伤大雅的话，成为舆论争议的导火索。舆论的迅速反转，在网络语境中，解读往往比原话更具传播力。程毅的话一经截取，很快被做成各种短视频、文案，以演员教观众看剧的标签在社交平台发酵。紧接着，程毅超话主持人发布了全网取证、绝不姑息的言论，声称要收集相关黑料账号的证据。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路人极大的反感。不少网友讽刺道：“好大的威风，观众都要被威胁了吗？既然主演都不让我们看了，我们就别看了吧。原来现在的明星不仅能演戏，还能管我们怎么刷牙洗脸。”在这种舆论氛围下，原本只是一次正常的宣传互动，却演变成了全民调侃与不满。富山海口碑与资本的牵动。更巧合的是，自程毅直播风波爆发以来，富山海的热度确实出现下滑趋势。据口碑下降，网友集中吐槽抠图痕迹明显，台词含糊，剧情节奏拖沓。市场层面波动，有消息称，程毅所属的欢瑞世纪市值短时间内蒸发数十亿。这说明流量明星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个人口碑，更能直接影响作品成绩和资本市场。演员一句无心之语，竟能波及股市，这在娱乐圈并非首次，却依旧令人唏嘘。程毅粉丝与肖战粉丝的战火升级。本次事件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程毅粉丝与肖战粉丝再度爆发激烈冲突。程毅粉丝的反击。面对网络的嘲讽，程毅粉丝迅速出击，在肖战超话留言，诋毁也是种仰望，只能说你们很敬仰程毅。质疑肖战粉丝恶意带节奏，甚至翻出肖战早年的采访，指责其也曾教训过老百姓。这种对标与反击，直接将舆论战的矛头指向肖战。肖战粉丝的回击，肖战粉丝自然不甘示弱，立刻以嘲讽回应，制作富山海抠图截图，讽刺所谓 S+ 武侠剧的廉价感，放出台词原声，称程毅发音含糊，演技平庸，在代言品牌上做对比，暗示程毅粉丝自我安慰。两家粉丝唇枪舌剑，战火从演技、作品延伸到代言、口碑，场面一度失控。粉丝私战背后的逻辑，其实这已不是程毅粉丝与肖战粉丝第一次冲突。两位演员虽然作品类型不同，但都属于顶流，粉丝群体庞大且活跃。在流量格局中，资源、热度、口碑都容易被拿来比较。在饭圈文化里，所谓对家就是竞争对手。两人同属90后人气演员，自然容易被粉丝互相对照。粉丝往往会将偶像的争议视作对整个群体的冒犯，从而本能的反击。哪怕只是路人的质疑，也会被解读为敌方攻击。热搜、短视频、话题榜往往会放大争吵的部分，助长了对立与撕裂。公众理性与演员困境。回到事件本身，程毅的那句沉浸式看剧并没有原罪。演员希望观众投入作品，这在逻辑上无可厚非。但当这种表达方式与流量明星身份叠加，就极易被曲解为端架子。这背后揭示了当下娱乐圈的困境。明星在公众面前几乎没有失误空间，粉丝与黑粉的对立，使得一切争议被迅速极端化。路人对流量明星的容忍度本就很低。对程毅而言，这次事件无疑是一种提醒，即便是一句无心的话，也必须考虑传播语境与大众接受度。如何化解类似危机？更加谨慎表达，避免模糊措辞，用真诚沟通回应，而非回避或沉默。学会区分质疑与抹黑。
不要过度带入，不必与其他粉丝互撕。在话题运营中减少恶意引导，避免因算法推送让矛盾无限放大。从一句沉浸式看剧到全网调侃与粉丝大战，这起事件再一次说明了娱乐圈的脆弱生态。明星的一句话足以引爆网络，粉丝之间的对立则可能把争议推向更失控的方向。富山海最终口碑如何，还有待观众慢慢评判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舆论狂潮过后，演员、粉丝与公众都应学会更冷静的姿态。毕竟，一部剧的好坏不该由一句话、一场骂战来定义。明星也终究是普通人，粉丝的过度护航与黑粉的恶意攻击，只会让本该属于作品的讨论变味。真正能留下的，还是作品本身与演员的真实实力。